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那么从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这30多年过去了，那么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可以称得上旧貌换新颜，也越来越多的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这种认可。但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不都是我们想象那样光辉灿烂美好，而某些方面的形象呢，咱们可以说得上形象不佳，人家不认同你。哪方面呢？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控烟，就是控制烟草行业的发展，用我们老百姓话说就是禁烟。在这方面中国在国际上形象不佳。你看前两天11月15号到20号期间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在乌拉圭召开了一个全球控烟工作会议。在这次工作会议上呢，就一个叫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里边的具体实施细则呢，参与国展开了一个讨论。这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呢，是2003年的时候中国加盟，到现在为止呢，世界已经有171个国家，就大多数主流国家都已经加盟了这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吸烟危害健康，那么烟草行业如果蓬勃发展的话，吸烟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我们的健康谁来保护呢？有的人说，那我抽烟我愿意，我就喜欢抽烟，抽烟又不违法。你抽烟是不违法，旁边陪你抽二手烟的人招谁惹谁了？所以就是说，人的健康权高于你这个抽烟人的自由权利，也高于烟草行业的这种利益。那么这一点我相信不用我多说，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朋友，甭管你是不抽烟的还是抽烟的，你心里都会认可这个，就在全球范围之内对烟要控制，要控制烟草行业的发展，这是到现在为止世界上的一个共识。那么这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呢，171个会员国，我们2003年加入，然后2006年1月9号全国人大立法批准，就是我们最后这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这不一晃到明年1月9号，这就是5周年了，加入这个公约。这个公约是每隔2年开一次会，这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组织的。那么这次呢，在乌拉圭开，可这次会上啊，中国这个代表团不怎么受欢迎。包括2年前2008年在南非德班也召开了一次这样会议，中国也是不怎么受欢迎。那次中国不受欢迎，还连续好多天被评为什么叫最脏烟灰缸奖。因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烟盒上面啊，没有把那个吸烟有害健康放到50%这么大的面积，也没有出示那些警示图片，比方说由于抽烟差点就熏飞了的肺部，咱没有这图片，就是一个吸烟危害健康，画一趟线拉倒。所以这个呢，当时在会上提出来的时候呢，咱们中国代表团还做了一些辩解，所以这个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一些控烟人士的反感，把这个中国代表团评为最脏烟灰缸奖。所以那一次2年前的那次代表大会上呢，当时代表大会提出，第一个要防止烟草企业影响公共决策，第二个烟盒上要至少50%的面积有警示标志，有图标还有文字，第三个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烟草促销、烟草赞助。但这3条呢，中国代表团反对说我们中国有中国国情，烟草企业都是国企，没法按你那办。结果大家很反感。那么2年之后，这次乌拉圭这个会议上又提出来呢，要控制烟草里的成分添加，就甚至禁止烟草里添加成分，同时对烟草里有什么成分信息要向大众披露。这个呢，中国代表团又反对，而且反对的很强硬，说照这么搞我们企业都被搞死了，不符合中国国情。说总而言之，这次中国是勉强，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嘛，同意了大会通过这个协议，可是并没有获得协议国的广泛赞赏。我说了，明年1月9号那就是我们加盟这个框架公约5周年，咱们有承诺，这5周年我们要实现什么？明年就要向世界展示。我们怎么承诺呢？到5周年的时候，中国所有的这个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再加上这个公交工具，你比方说公共交通工具、大汽车什么这上面，
要全面禁烟，禁止吸烟。也就是说明年1月9号我们必须达到这标准。咱们每个人睁开眼睛看看你周围，做得到吗？你到商场，甚至到影剧院，到什么地方或者公开场所，你看看抽烟的人非常多。那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咱们别的方面打样事业做得很好，怎么这方面就不行呢？还是那两个利益。咱们大伙都知道，如果这个县或者这个地市有个卷烟厂，它保准是这个地方利税最大户。现在烟草行业的利税占我们整个一年就是财政收入的9%，你琢磨琢磨这是多大的比例这的。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控制烟草难就难在这个利益上。说为什么我们这几年都达不到人家烟草框架公约里提那些呢？这是因为它有一些提法恰恰触动了中国烟草行业的利益。咱就拿这个2年前德班那次会议吧。第一条说要防止烟草企业影响公共决策，恰恰中国的烟草企业全是国企，那国企影响公共决策在我们看屡见不鲜。比方说我们现在烟草叫专卖，有国家烟草专卖总局这个机构，这个机构跟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什么呢？是一套梆子两块牌子。这烟草专卖总局跟中国烟草公司其实是一回事。更为严重的是什么呢？原先咱们加入这个框架公约的时候呢，说哪个机构是履行这个公约，就是说我在国内我主抓这个控烟戒烟，是哪个机构呢？是工信部，那个时候是工业和信息化部。那么当时的烟草专卖总局呢归发改委管，所以说这两个不是一个部门。那么控烟有的时候呢还好办一点。可是2008年以后呢出现变化。我们说2008年年底呢，咱们搞了一个大部制，几个部委合并，把国家烟草专卖总局合并到工业和信息化部里边了。这烟草专卖总局的一把手呢成了工信部的党组成员，所以这一下子变成什么了呢？工信部相关的禁烟控烟的一些措施呢，基本上都是由烟草专卖总局去执行的。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个什么后果呢？你想想，烟草专卖总局是卖烟的，希望这个烟呢能多挣钱，你让他去控烟，就等于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好事都他一家的了。再一个，我刚才说那个烟盒上面要有明显的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语和警示图标，这个咱们当时顶着，因为上头下来一看，世界卫生组一看，人家国家的烟盒，你看我去国外看过，那烟盒上面吸烟有害健康的下边是一个图标，这个图标是什么呢？经常是两个骨头上面架个骷髅头，表示死亡离你很近。再不就是熏黑了的肺，有的更甚的呢，把你哪个部位烂了，因为抽烟不好，搁在那上面，是我们承认看了恐惧恶心，可是这个效果不正是戒烟要达到的吗？所以为了能够警示大家，上这种图标是非常必要的。很多国家这么搞了，咱们明明承诺这个了，没实现。你看咱们烟盒全是名山大川，风景如画，你看这个东华呀，什么中南海呀，红河红塔山，这都是这样标吗？你写没写吸烟有害健康？有，根本没达到占30%到50%那么个地方，而且就画上细线，上写吸烟有害健康，胡言乱语。所以当提出这个时候呢，咱们的代表团振振有词我们就认为你往上搁那个熏烂的肺放到那，那是对大众的一种侮辱和不尊重，那是恐吓人。我们放名山大川，宣传我们民族文化，怎么的，如何的，振振有词。所以当时南非德班大会给了中国代表团一个最脏烟灰缸奖，我认为这个批评是非常中肯的。咱们现在为止，你看外头的烟盒上面，大家抽烟的烟民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占了多大比例？没达到。第三个，说这个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这个赞助，这点咱们做的更不好。咱们的广告里头规定，广告法里规定，仅有5类的媒体不能登这个烟草广告，就是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什么这些媒体不能登，还有电影。可是问题是呢，咱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出了很大的差错。你比方说电影电视剧里头有一些细微的反映抽烟的，咱不禁止。有不少朋友看过《新上海滩》，黄晓明、孙俪演那个黄晓明演的那许文强，
眼看都快死了，还得掏出根烟抽来的，显得他英雄风范，特别潇洒，抽着烟，对青少年影响多坏。包括你看姜文拍的一些作品里头，总这么叼这个烟，英雄形象。这些咱们广电总局并没有发文明令的禁止，只是提出一些建议。为什么广电总局不能发这文？因为咱们立法层面没有完全对这个，就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对禁烟这方面立出相关的法规。所以你看这个广告，电视里头更是，咱们这广告法里呢还不禁止烟草企业的延伸，是电视里边没有直接做广告的啊，抽了我这烟怎么的，没有这个。但是你看全国所有大品牌的这个烟草企业都在电视台里有广告，他广告绕了个弯，比方说我这企业就是卖烟的，我呢再成立公司，我就说我搞房地产，我就说我搞这个搞那个，然后我经营范围扩大了，当然他的利润会100%来自烟草，那俩部门都亏钱他不管，这样往上申报我是综合的一个集团了，我不是光干烟草的。所以你看电视台里什么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什么利群为了什么美好的生活，什么大红鹰怎么地，基本上这就是烟草广告的延伸。所以说在广告这个层面咱们做的非常不好，尤其是你看那凤凰卫视那个栏目冠名，那些有名的栏目，什么芙蓉王什么什么，大红鹰什么什么，红河什么什么，几乎让烟草给包了，凤凰台就成了个烟草台。我对这个现象我很看不惯，你在这方面如果做不好的话，我认为愧对电视媒体对公众的这种媒体上的道德良心。所以咱们在广告这块呢不加多少禁止，不仅这方面，在这个促销这块咱倒是不让烟草的企业随便促销，那么但赞助这块不是，有的烟草企业很聪明，他努力的参加各种公益事业啊，什么母亲水窖我捐款，汶川地震我捐款，可是这个捐款你看起来是个好事不一定，由于他捐款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无形间使他的品牌效应放大了，使很多人就想抽他这个烟，甚至有青少年看了这品牌以前不知道，知道了呢我也抽烟。咱们中国现在 3.5 亿烟民，这是主动抽烟的，被动吸烟的还有 5.5 亿烟民，也从我们13亿人口得有9亿左右受烟草的这种戕害。你想尤其是青少年和一些女人现在开始抽烟了，这个问题很严重的。但是烟草企业它这种营销促销，它走深入了公益行业当中。好在呢我们全国控烟有一些专家，有些有识之士。2008年11月份的时候呢，咱们民政部主搞了一个中华慈善奖，就对于慈善事业当中表现突出的，当年不是汶川地震吗？结果呢有烟草公司就进到这里边去了，就是中国烟草总公司，就国家烟草专卖总局这边的，他就进到这里头的。进到这里头之后，这些控烟人士坚决反对，最后呢逼着民政部呢把这个他的获奖资格取消了，而且也规定今后烟草企业是不能入选中华慈善奖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转过年2009年7月份的时候呢，这些控烟人士又召回上海世博局，就办世博会这个机构。当时世博会呢，中国馆我们都知道，中国馆的建设资金里头有2个亿来自上海烟草公司的捐赠，就是出中华那家，中华咱们都知道这烟牌子很有名，捐了2个亿给世博会建中国馆。这样在控烟专家的这种建议之下，社会呼吁下，世博局呢把这2亿的钱退给烟草公司。为什么？人捐助中国馆，中国馆就有它的标志，说你要捐助行，你捐助不留你的标志行不行？他又不干，企业行为吗？这是。所以那么你搞的这种捐助就不能让烟草企业占，你这里有利益的共享的成分，所以最后呢把这笔款退回去了，这是个了不起胜利。当年不还有济南那个11运会吗？全运会也在烟草控制人士的关注之下呢，全会组委会退掉了6家烟草公司的捐款。所以说这些呢都是我们社会上的控烟人士在这方面做出积极反应。所以这一点呢，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在这个利益的问题上呢也盯着中国政府，看你做的怎么样。
烟草广告促销与赞助模拟听证会12号在北京举行，法学专家、政府官员、普通烟民以及烟草企业的代表共20多人，就烟草广告的危害及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的立法问题进行了讨论。著名控烟专家吴一群教授呼吁，应该严格禁止烟草企业冠名希望小学和贫困助学金。那么我刚才说这3条，这还是2年前的德班会议。这次为什么中国这个代表团声誉又不太好呢？很主要原因，这次不提出来控制烟草添加成分吗？什么意思呢？现在中国这个不多，世界范围你看加拿大、美国呀，美烟那个烟呢，经常里头你一抽有果味儿、有巧克力味儿、香草味儿，这个很受一些女士欢迎啊。这里头添加这种成分，烟草业的影响不就扩大了？所以这次开会要禁止在烟草里添加一些有吸引力的成分，这个中国代表团又坚决反对，而且反对态度很强硬。有人说，这个中国现在我没看到哪种烟有果味巧克力啊，为什么中国代表团这么反对呢？咱们提出理由说，我们中国国情你得一步步来，要不企业都搞死了。这话背后潜台词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啊，有没有烟草添加成分？有。你比方我记得是，你像这个中南海这牌子、金盛这牌子，都出过那种烟，里边呢添加中草药。咱们仅有是不到1%左右，烟草里头添加了中草药。说你不到1%，你那这么强硬反对这干嘛呢？最严重的事就在这儿，因为烟草专卖总局主持的控烟工作，它的出发点，第一个是不影响生产和销售，该生产该卖挣钱。我通过什么来控制烟呢？我往里加这个中草药成分。所以中国这个烟草专卖总局控烟是什么事呢？叫减害降焦。就咱们经常有时候看烟盒上写焦油含量低什么的，说降低焦油含量，其实这个是骗人的。为啥呢？焦油含量一低，你就不愿意抽烟。咱们有的你只要抽烟袋啊、烟斗，有的时候没烟你都愿意闻味什么？那么这转圈叫烟油子吗？那里就含有大量焦油，抽那样过瘾。一旦焦油含量低的，但我不爱抽。而且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证明，焦油含量高与低对人体的危害差不了太多，所以这实质是骗人的。减害这块呢，减害降焦嘛，减害什么？烟草专卖总局说，我里边给你加上中草药，把你的成分中和了，就不那么有害了。这其实跟什么一样？跟你抽出毛病来，有病买药，和我前面就把药搁里头，那不一回事吗？所以这一点，如果要禁止烟草里添加成分，一下子就把烟草专卖总局所谓控烟最有力的措施给堵死了。你只能降低生产、降低销售，但利益受到侵害。所以有人说，现在中国参加这个烟草框架公约的代表团是代表烟草企业利益的，我认为这话说的不假。那有人说这个控烟就那么难吗？啊，中国政府为什么现在不努力呢？有的人说不是中国政府不努力啊，老百姓不干呐。你讲我是烟民，凭啥你不让我在这个地方抽烟啊？我有我的自由啊。确实，吸烟人的自由和不吸烟人的健康之间孰轻孰重，这个咱们大伙都清楚。但问题是呢，它是现在生产烟和消费烟在我们国家不是违法的行为，那么不是违法行为，你就得给这些人开辟一个空间。所以说这个事儿在社会争论是很大的。那人抽烟的人就该死吗？啊，哪儿也不让抽，我憋死算了，对吧？他也有他的自由。怎么看待这问题？这个是一定得随着社会的进步，在道德法律层面，大家的素质提高才能。你就说香港原先也有过这时候，抽烟的人抽着烟，我凭什么戒烟？你们这不对，大家争论的很激烈。可是社会放开争论了那么几年以后，包括一些吸烟的人都认为戒烟有必要。为啥呢？大家讲究，中国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咱们有不少男同胞戒烟是怎么戒的？家里老孩子反对，说你在这抽烟，在家里头我们都跟你熏着，我们都熏出病来了。你想自个儿老婆孩子别危害他们健康了，戒了吧。你能疼自个儿老婆孩子，那别人的老婆孩子就不是老婆不是孩子了。咱们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就从这儿开始。
我抽烟不危害自个儿家人，你就危害人家家人吗？所以这种意识随着我们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这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甚至一些抽烟的人都同意戒烟。另外呢，有些娱乐场所，比方饭店不让抽烟，有人不来了，这饭店老板反对这个。时间长了，香港的老板就发现了，咱们说中国人讲的饭后一支烟，快似活神仙。吃完饭习惯的叼上一根，这样在饭店里边吃完饭抽烟就得半天功夫，一禁烟了不让抽烟了，吃完饭也不抽烟，马上走了，一走省时间了，人走了新一波来了，翻台率高了，他倒挣钱了。所以说一点一点大家就接受了禁烟，这个香港现在就搞得不错。2004年，爱尔兰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所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国家。2006年，英国100%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目前，加拿大7个省和地区全部禁烟。2007年，香港所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未来将有更多人受到无烟法规的保护。所以我们现在呢，其实社会已经发展到了那种文明素质足够支持在公共场所禁烟的时候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政府迟迟没有立法说这个事儿呢？我认为里头有强大的利益驱动，就是我前面说的，烟草行业带来巨大利益，9%的财政收入没了这块怎么办？尤其地方政府指着这个烟草当利税大户的，咱们也知道以前全国利税大户多少年都红塔山那一家卷烟厂。所以这个利益咱有时候咱政府舍不得。有人说那也不对，政府不得为老百姓服务吗？这话你得怎么看？只有受监督的政府，他才100%的能为老百姓服务。所以这一点呢，咱们一定要认清，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好人政治的问题。什么叫好人政治呢？西方好多国家设计先假想政府是坏人，我要用制度约束他。我们有时候是先假想政府是好人，这官肯定就得为老百姓服务。要如果都那样的话，中国就不会有贪官了。所以这好人政治有个危害，你先假想他一定会为老百姓服务，一定意识形态是先进的，一定为人民服务，那么他的权利往往不受监督。那么怎么样规范他呢？就需要在政府之外给他加上一个壳，加上人民群众的监督。在体制内对他监督还不够，体制外也要有强大的监督政府权力的力量。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公民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意识，我们的政府是需要监督的，只有经过监督的政府，他才有为老百姓100%服务的这种冲动。最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就是 CNN 做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评选，评选世界10大爱喝酒的国家，结果咱们中国呀排到第2，天下第2爱喝酒的国家，排第1的是英国，往下什么俄罗斯、韩国呀、德国呀、澳大利亚等等。但是中国排到这个榜上，我个人觉得名不副实。为什么呢？中国人喝酒的倒是不少，但是爱喝酒的人到底能有多少呢？他们真的就爱喝吗？咱们针对这个榜单呢，首先得有一点说清楚了，爱喝不等于能喝。这个榜单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指着说呀，这个国家人呢喜欢喝酒。所以你看人家这榜单上就说了，说中国人呢有个大事小情、婚丧嫁娶的，都愿意在桌上喝酒，甚至为了一些名酒一掷千金买回酒收藏去，而且喜欢这种烈性白酒、蒸馏酒，这作为爱喝的一个理由。他也把这一点呢放大。你看啊，英国人、德国人爱喝酒，站到道边上，这都有那个自动售酒那机器，你把这个钱币投进去接一杯，然后自个儿就喝上。我去这个国外看过那足球，就是嘛，那个球迷啊，好多人看之前看之后拿着杯在那喝。德国更是，那喝啤酒的人太多了。就是我说这一点，爱喝和能喝它不是一回事。你要真讲能喝，它有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人均一年消费多少酒精。另外有个榜单，世界上最能喝的，就人均消费酒精最高的国家是摩尔多瓦，第2是捷克，第3是匈牙利，第4俄罗斯。中国连前10都进不去。也就是说，中国人均
消费酒精量并不高。就中国人，你要说他爱喝也好，他不能喝。整体消费的量，你咱最起码往北说，我们老家这黑龙江经常能见着俄罗斯人，确实比中国人能喝，厉害。所以首先第一个，爱喝不等于能喝。第二个，真的就爱喝吗？我看也不是。那种爱喝，我就见到英国人、德国人，那是真爱喝，那把这个当饮料，天天就高兴，把这个当人际交往的方式，俩人站到那会儿就喝上了，一个人也在这喝。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极少有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喝酒有两类人，一类是呢，那真是爱喝的，就甚至都酒精依赖了，我一顿不整点我都难受。还有第二类啥，借酒浇愁，一个人喝，这样人容易喝多，明明就喝一杯呢，2杯。那邓丽君唱吗？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来了第二杯吗？就伤心时候，这才有一个人喝酒。绝大多数中国人喝酒是什么状况？说大伙凑热闹，哎，有人陪着你了，整两盅，或者婚丧嫁娶这事了，啊，升迁了，娶媳妇了，怎么着，凑到一块儿咱喝吧。而这种场合，很多时候咱们喝酒是为了助兴，就是我也不爱喝这玩意儿，但是大伙都举杯，咱就助个兴吧，凑个热闹吧，这个非常常见。还有的压根就不爱喝，甚至都喝不下去，逼得没招了，求人办事喝吧，领导说你给我挡一杯，喝吧。逼得没办法了，让人劝的不喝不行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喝酒的时候非常多，但是真爱喝酒的不见得有那么多。所以我说这个榜单呢，光看表面现象，说中国人你看啥事都在一块喝酒，你以为就爱喝酒吗？有相当多数让人给逼的没招了。而且咱们说，但凡爱喝酒的国家，它必有酒文化。对这个酒文化能够吃透到什么程度，决定你这个国家爱喝酒的程度。说你说的玄乎，那酒文化是啥？我给你说点事儿吧，你就知道这酒文化是什么。首先，你要喝酒，我得问问你，这酒怎么来的？你知道吗？谁最早造的酒？中国人。我估计喝酒的人大多数不知道怎么回事，尽管是传说，你也应该知其一二。酒呢有2种说法，有一种说那不是想当年杜康造酒，刘伶醉倒刘伶整3年，刘伶后来还成了上方的酒仙吗？有人说杜康刘伶，还有说我记得史书上记载过吗？大禹命夷狄造酒，就大禹治水那大禹，哎，他就命令下边有人叫夷狄，这夷狄据说就中国人的酒神嘛，他造酒。哎，这是几种不同的说法，在这里头有些传说很有意思。你比方说刘伶，魏晋时期竹林7贤之一，平生嗜酒。刘伶醉酒的故事，至今仍是舞台上的经典曲目。刘伶呢，他老婆看不惯他喝酒，说你把酒戒了吧。结果刘伶呢上香了，敬的是酒神，还做了几句话啊：天生刘伶，饮酒为名，妇人之言，甚至莫听。甭听他，我该喝我的。刘伶酒神喝多了以后，往屋里一躺，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这朋友一进这屋一看，哎呀，你这太不雅了，穿上点。刘伶说穿什么穿呢？大地是我的席子，这老天就是我铺盖，哎，这房子那就是我贴身的被窝，我的裤子。喝酒放浪形骸，自古以来文人无形，有这传统。咱们再说这酒怎么来的？你看这酒字3点水，这边是一个子丑寅卯，这个酉，这酉字，说这念酒，这酒怎么来的呢？这咱就说到另一个传说，杜康是谁呢？杜康是夏朝的第5个国王，夏朝开国国王夏启，哎，就是大禹的儿子，哎，这个杜康呢，等于大禹的重孙子的孙子，这么个辈儿。那么呢，杜康是怎么造出酒来的呢？说有一回啊，杜康到这粮库去看，结果那天天降大雨，这个粮库啊就渗水了。这水啊，雨水渗进去呢，跟粮食混到一块儿了。我们都知道造酒那不就水和粮食吗？结果发酵了，发酵之后呢，就从这个粮仓的缝隙上流出来一些液体。杜康一看这什么玩意儿，拿个碗接了一碗之后呢，喝一口，哎呀，
浑身发热，哎呀，这怎么这么舒服啊？晕晕乎乎的，再来一碗。结果最早这酒把这个杜康喝醉了，等杜康醒了之后，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喝，再接点，再接着他就琢磨明白了，哦，水跟粮食和一块儿能出来这个东西，可是一咂摸这滋味呢，总觉得少点啥。说这东西要是弄好了，你看这就天然发酵的，咱们要人来做它，是不是就会更好呢？他琢磨这事，结果晚上呢，菩萨给他托梦，说呀，你呢，搁这个水和粮食，以水为源，以粮食为料，泡到一块儿。你等到第9天头上的酉时，就晚上呢5点到7点，你呀站到路口呢，等着这个时辰过来的人，你找3个人，让他们呢各给你挤一滴血，滴到你造这个液体里边，哎，你最后就成了，就好喝了。结果杜康醒了一琢磨，真的假的？照着来吧。哎，把水和粮食弄到一块发酵，等到第9天头上5点到7点这时辰，5点钟他就站到自己住这地方了，找一个十字路口啊，等人来人往。哎，这时候一看不远过来一个人，是个书生，摇头晃脑的，哎，在那吟诵啊。哟，说你这听，说您点事儿。杜康就一五一十啊，把这事儿说了。你看这啊，你要造一种饮料是吧？那我得乘人之美，没事啊。这书生就把手指划破，挤了一滴血，挤到他这个液体里头了。又等了一会儿呢，哗楞哗楞，马铃铛响，一看前面呢，雄赳赳气昂昂来了个武夫将军在马上。哎，将军您站下，有个事儿跟您说。一五一十说一遍，好事啊，我愿意来。撸胳膊挽袖子，也把这食指划破，挤一滴血滴里头。这俩人碰上了，这杜康在这等第3个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眼看呐就到7点了，这酉时就要过去了，这不灵了吗？实在没办法了，一回身，哎，身背后有个要饭的傻子啊，呲牙咧嘴冲他乐。行啊，这管怎么这也是个人，把这傻子拽过去，不由分说摁到那儿，把手指划破，也挤一滴血。哎，书生、武士、傻子3人的血滴里头了。然后果不其然，到晚上再开锅酿制，再一闻，再一喝，哎呀，鲜美无比。说这东西叫什么呢？3个人的一滴血啊，每人一滴，3滴3点水。酉时找着的，这边再搁个酉吧，哎，这字出来了，3点水搁个酉字，念啥呢？啊，第9天发酵而成的，那就念9吧，就这么着9这字才有。啊，这故事不算完，你接着听我往下说。酿出来之后呢，杜康给大伙喝，哎呦，大伙都觉得好喝。可是这东西喝多了呢，有的人就晃了晃荡，什么样就有了。这时候大家才想起来，为什么文人、武士、傻子3人各一滴血滴到酒里，喝酒的3种境界。刚一上桌，端起杯来，你看文质彬彬的，出口成章，这是喝酒那第一滴血起作用了。书生的血，文质彬彬，出口成章吗？等酒过3巡，菜过5味，这话也唠开了，关系也到了。哎呦，撸胳膊挽袖，大哥，你可得干了！在这3、5天下雨雷对雷，诛仙阵交锋锤对锤，英雄好汉喝酒就得背对背干。这时候什么？武士那滴血发挥作用了，武将嘛，大马金刀，撸胳膊挽袖子。再往后喝多了，舌头也长了。大哥，你这酒你要喝下去，我管你叫爹。你看，胡言乱语了。这就是傻子那滴血发挥作用，所以这是喝酒的3种境界。你看我刚才说这些呀，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观众朋友一听说这老梁挺能扯啊，还弄出这么些说头来，这就是酒文化。他其实等于含蓄的告诉你啊，咱们喝酒啊，喝的彬彬有礼最好。撸胳膊挽袖子要实在人没外人也行，可别喝到最后喝多了。你看他这里有道理，这就是酒文化。1000年的酒历史也造就了我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一碗浓烈的酒酝酿出了义薄云天的英雄豪气。《三国演义》中关羽温酒斩华雄，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当时袁绍率18路诸侯讨伐董卓，虎牢关守将华雄一连斩杀联军多员大将。此时身份低微的关羽主动请缨，小将愿斩华雄之首，献于战家。壮哉！拿酒来。云长，饮此热酒，以壮胆气。有且放下，我去便来。当关羽提着华雄的人头回到军营时，那杯酒仍是温的。关羽从此名震诸侯。中国古代的不少文人都对酒情有独钟。诗人李白的作品中有170多首都是与酒有关的。在许多历史传说中，酒也成为不可或缺的元素。咱们看武侠小说，看《笑傲江湖》里头有一段叫祖千秋论杯。祖千秋呢是个文武双全的这么个穷酸文人。这祖千秋呢碰着令狐冲了，就说这喝酒啊，你不能把这酒喝瞎了。这不这有多种多样酒吗？又是米酒啊，这又是花雕啊，又是高粱酒，又白酒啊，这各种各样酒。不同的酒啊，得用不同的杯喝，要不就喝糟蹋了。说梨花酒搁什么喝呢？梨花酒搁翡翠杯。有白居易有首诗写：红袖之绫夸世叶，清奇古酒衬梨花。卖梨花酒的时候，上面挂的是青旗，清脆清脆的，衬的这梨花酒格外精神。你搁翡翠杯喝梨花酒，相得益彰。说这百草美酒啊，采集百草进到酒里边成的。人呢未饮先醉，这得搁什么？搁古藤杯，能够增加他这种骨气。说这米酒虽然这个味儿不错，可是有点甜，不够豪爽，得搁大斗喝，端起来啊，这才显得豪爽。说你这个葡萄酒得搁什么？得搁夜光杯喝，这叫什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岂不快哉？这是祖千秋论杯，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杯。你看这是不是讲究？还有关喝酒的各种传说，什么这个青梅煮酒论英雄啊，武松3碗不过岗，这解完岗喝18大碗。其实这个呢，它并不是我们说的白酒，在很早就是果实啊、粮食发酵，这基本都是黄酒、米酒，一直到北宋时候才发明了蒸馏酒，北宋以后才有白酒。所以咱们了解到的，像武松、曹操他们喝那酒，像关云长温酒斩华雄，那都是黄酒、米酒。和武松18碗没事，现在有这量的人也不少。他要白酒18碗，那佩服他，那人家就简直就不得了了人。所以我刚才说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的酒文化。你要把酒文化吃透了，细细品这酒，能品出刚才祖千秋那些东西，或者平民百姓聊天也能把酒上说出个子午卯酉来，这算你爱喝酒。可是中国人真的爱喝酒吗？我刚才说那个有太多的陋习。这酒本身醉翁之意不在酒，酒以外的东西拿进来太多，面子呀、人情啊。咱们老百姓有时候也是啊，喝酒要个面子，菜叫那么多，造成浪费。而且喝酒非得尽兴，一尽兴矫枉过正就得喝多，这一喝多，酒后误事、酒后无德、闹事的比比皆是。醉酒后寻衅滋事、冲动下实施暴力的案件屡见不鲜。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因酗酒肇事立案高达400万起，1/3以上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车有关。据卫生部门调查，全国有超过2000万人酒精成瘾，酒依赖患病率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酒依赖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所以你看，新的形势下，咱们中央带头了，就对于这个酒桌上这些陋习啊，中央肯定要管一管了。那么相应的，它就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中国的白酒行业。你看，我注意最近呢，白酒的股票啊，有2个变化非常引人注目，有2次股票大跌。第一次白酒股票大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咱们要有一个这个8不准，然后中央军委呢推出这个禁酒令，在这个之后，白酒股票咵跌下来了。
在第二次跌呢，就是我刚才说李克强同志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三公消费只减不增，第二天白酒股票咵又跌下来了。现在白酒行业有的专家就提出这么6条，提得非常好。他说中国现在白酒行业呢是发展过热，产能过剩，价格过高，竞争过度，厂子过多，出国过少。我觉得这6个过算把现在白酒行业的乱象说得非常清楚了。我倒觉得中国眼下这个白酒它急切需要开拓新的市场，出口这市场咱们说实在的要跟进口的酒比，咱们出口量太少了，相反进口的酒却多， XO 人头马等等等等。中国起码也应该有酒的奢侈品牌，茅台、五粮液都可以做酒的奢侈品牌，同时也不要就高端，相应的配套着向中低端发展没有害处。因为毕竟中国酒的消费市场，民间的消费市场依然很大，在这里边大有文章可做。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